于是魏婴今早破天荒的没有迟到，就为了给美人上司请罪，甚至还特意早到了，问同事们打听了蓝湛的名字，结果还是被甩了冷脸色。但是面对这种情况，魏婴一向没什么脾气，何况昨晚上还嘴上占了人家的便宜，横竖自己也没什么损失，看他长得好看呗。于是今天一整天警局里都是两位刑侦队长一个走一个追的稀有景色，各部警官们啧啧称奇，老局长欣慰点头，不错，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甚至接下来好几天，给老局长安排的临时休息室门口还经常能瞧见魏队长鬼鬼祟祟的身影，偷鸡摸狗到警察局里去了，也是很能耐。然而作为正义使者，警察们的生活不总是平静的。魏婴骚扰蓝湛的第3天，局里接到了一起命案。案发现场是在一栋有点年岁的老式公寓楼3楼，在 M 市这种房子已经不多见了，大概再过几年就要被拆除重建，到时候里面的住户也可以跟着被换到宽敞明亮的现代高层去，也不晓得是谁这么惨，没运气享受这份馈赠。出了人命的大事，蓝湛是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老局长也乐得清闲，反正他也是带蓝湛出来历练的，蓝湛申请，他便批准了。待他到了发队点，魏婴已经在那里等着发队了。他一改往日地痞流氓的形象，制服扣子扣到最上面，领带也打得十分漂亮，警帽端端正正，脸上没了嬉皮笑脸的表情，正拿着资料在翻阅。见蓝湛来了，他先是一愣，旋即便站出了笑容。哟，咱们大队长要视察小的办案呢。蓝湛没理他，也刚好到时间了，魏婴也没再接着打趣，跟着他上车，把手里的资料递给了他。我说蓝湛，你也不至于这么不信我，好歹我也是我局一把手。您老真的不在局里歇着？不算视察。蓝湛一顿，觉得有点不对，又改口道，一半理由。魏婴哈哈笑了2声，一把把自己的领口扯开一半，引得蓝湛侧目。你做什么？啊？有时候发队的时候有媒体来拍，我端正点摆个样子。我平常什么样子你是知道的，最恨制服口卡脖，还不到案发现场我就先被勒死了。到达时，蓝湛已经了解了基本信息，死者为男性，姓张，27岁，是名律师，第一发现人是他的女朋友，姓刘，职业是护士。2个人本来说好今天出去约会，可到了时间也没等到人来，刘小姐担心，就找到家里来，用门口花盆底下的备用钥匙开了门，才发现人已经没了。因为老式公寓楼所处位置实在偏远，魏婴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是1个小时后了。魏婴站在楼下观察了一下附近，笑道，这地方倒是挺好，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上下班会有人？蓝湛开口，魏婴饶有兴趣地追问他，这么了解，住过呀？不曾。魏婴哈哈笑过，他当然知道这点情况，这种老式公寓一般都是刚上班的上班族租住的，租金低，位置尚可，除了班点，白天晚上周围一般没有人。在这里杀人，当真不错。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哭声。赶开门口的围观群众，入目便是跪在地上哭泣的女孩，围在周围的男男女女。屋子本就不大，这下连死者都看不到在哪儿了。魏婴从上衣口袋拿出警察证，翻开第1页，露出照片与说明，一收车上的吊儿郎当样，竟也十分有威慑力。我是 M 市警察局刑侦大队队长魏婴，现在现场需要封锁，请第一目击者和死者亲属留下接受调查，无关人等出门等候。多谢配合。只能说市级跟地方小警局行动能力实在有差距，不过10分钟，屋里已经空出了相当的空间。拍完现场照片后，法医仔仔细细地检查尸体状况，就连刘小姐也不敢哭得太大声了。你就是刘小姐吗？魏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改方才的严肃，笑眯眯地问。是我。魏婴点了点头，这位姑娘看起来十分腼腆，以防她紧张导致思维混乱，询问的声音也放柔了不少，道，劳烦，能说说你和被害人的关系，和一开始的情况吗？我跟我男朋友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很爱他。刘小姐揪紧自己的裙摆，磕磕绊绊道，我们昨晚约好要去看看市里的影楼，我们要拍婚纱照。他是个律师，
一向很准时的。我们约好8点在老车站见面，一起坐车去市里。但是今早我等了很久，一直等到9点，他也没有来，电话也一直没人接。我实在担心他，就找来了他的公寓。蓝湛道：你是用房间的备用钥匙？对，他的备用钥匙一直都放在花盆底下，我是知道的。魏婴手上不停，正待再问，门口突然嘈杂起来。一个尖锐的女声高声道：你们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我是他的女朋友。一瞬间，刘小姐的脸色难看了起来。魏婴和蓝湛对视一眼，魏婴起身去把这另一位女朋友接了进来。与刘小姐不同，这位女士显得十分强势，她进来就一把捞起了刘小姐的衣领，精致的妆容都哭花了。她尖声道：是你这个贱人把阿晨害死的，是你。旁边的警察连忙把她拦了下来，女警官迅速上前安抚情绪。魏婴有点头大，这怎么回事？看来这位张律师感情生活挺丰富啊。客厅是待不下去了，魏婴便请刘小姐先去了屋里已经检查完毕的卧室。咦，魏婴想，我说怎么觉得这么奇怪，这大男人的屋子里也太干净了吧。从床上到床头柜，再到衣橱里，不管是枕头被子还是衣服，都被叠得整整齐齐，甚至连地板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魏婴默默地跟自己的屋子对比了一下，啧啧称奇。委屈你先在床上坐一会了，没事我站着就行。那我们继续。哦，谢谢蓝警官。魏婴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在了蓝湛给他拿过来的椅子上，道：说说你发现你未婚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吧。刘小姐沉默了很久，嘴唇都在颤抖，半晌才轻声道：他死在地板上，我没敢动他，地上好大的一滩血，我害怕，那把刀插在他背上，插得很深，我是想扶他的时候才看到的。说到这里，刘小姐以手掩面，说不下去了。魏婴笔尖一顿，替他说了，你没敢动他，就去外面喊了人，直接报警了。刘小姐肩膀颤颤，点了点头。看她哭得太厉害，魏婴体贴地停下询问，安慰了2句，然后抬头以眼神示意蓝湛。蓝湛接受到他的眼神，配合开口：外面那位女士，你认识吗？沉默。刘小姐点了点头。所以，魏婴轻声道：是你的未婚夫背叛了你。同样点了点头。魏婴没有再问，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叫女警官进来陪他，自己和蓝湛出去招呼那位第三者。蓝湛，方才那些供词应该可以构成杀人动机了吧？蓝湛看了他一眼，没说话。魏婴挠了挠头，道：我不是在问你。蓝湛一顿：你认为是他杀？不知道，只是觉得奇怪。嘘，进客厅了。这第2位女朋友姓苏，年纪比受害人大上几岁，也是律师。对于自己是第三者这一事实供认不讳，好像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这样有什么不对。警察同志，他们1没娶2没嫁，我追求我的爱情，有哪里不对吗？魏婴无奈。